我砸锅卖铁承包了村里快倒闭的合作社，可转头就碰上了百年不遇的蝗虫灾害。垄断农药的村霸知道自己的药值钱，专挑马上秋收之时坐地起价，逼我交出土地承包权。没有我这几瓶农药，过几天1粒大米你也别想看到，不签你就等着老宅被禁用社收走吧。他以为掐死了我的命脉，却没想到我等的就是他来坐地起价。陈峰，这满天的飞黄马上进村了，今天我这药3000块一瓶。赵哥，明天早上蝗虫大军就要落进洼地了，你这个时候把药钱涨了100倍，这可是咱们村集体的地。你少拿村集体吓唬人，满村子你去问问，除了我彪哥手里这批南边搞来的特效药，谁能杀得了这种变异的秋黄？陈老弟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这50亩水稻眼看就要丰收，油水多得很，你吃肉不能连口汤都不给老哥几个喝吧？你想怎么喝？第一，这季水稻卖掉的利润我们几个抽3成。第二，以后这50亩地所有的化肥种子采购得交给我弟弟去办。第三，这田里以后怎么种，什么时候收，我们说了算，你别拿你农科院那套狗屁纪律来烦我们。3成利润，外加采购和管理权。彪哥，你这是卖药，还是张开血盆大口？话别说的那么难听，没我们彪哥的药，你明天连1粒大米都保不住。你真以为去城里读了2天书，回来就能种粮大户了啊？累狗，别急，陈老板是个聪明人，这满地的水稻要是被蝗虫啃光了，镇上信用社的李行长能扒了他的皮，几万块的贷款违约金，陈峰，你把你老宅卖了都赔不起。所以你们是掐准了今天晚上蝗虫快要落地的档口，故意来逼宫的。这叫商量，答应了，明天哥几个亲自给你保庄稼。你要是不答应，哼，外头想求我们去喷药的村子排着队呢。不用等明天了，就今天。你啥意思啊？里面的钱是你们当初入股合作社的钱，还有你们这个月的工资，1分不少。现在拿着钱给我滚蛋！你要赶我们走？陈峰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没我的药，明天你这地就得变成一片荒滩。没了你的毒药，明天这片地才算真正活过来。从今天起，绿水村不需要你这种喝人血的毒药贩子，更不需要骑在村民头上拉屎的大爷。姓陈的你有种，你真以为几张破网自己能拦住蝗虫？我告诉你，出了这个门，你明天就是跪在地上求我，老子都不卖给你1滴药，到时候利润我要9成。门没锁，慢走不送。我倒要看看明天李行长来视察贷款资质，你陈峰拿什么交差？全村就剩下那几十个只会挥锄头的老弱病残，能对付蝗灾？做梦去吧！呸！把你的破药瓶子拿走。好兄弟们，咱们走。看着夜色下那50亩即将成熟的稻田，真以为我没了你们就不行了？明天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底牌。时代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，而这些人注定只能被淘汰。清晨6点，天刚蒙蒙亮，绿水村的铜锣声就凄厉地响了起来。不好了，过虫了，铺天盖地全是秋黄啊！伴随着凄厉的喊叫，整个村子瞬间炸开了锅。村民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，拿着工具就冲向了自家的田地。天空中一片暗黄色的乌云正贴着远处的山基线压过来，那种令人牙酸的嗡嗡振翅声仿佛能把人的耳膜撕裂。村口的晒谷场上，赵德彪正翘着2郎腿坐在一辆装满农药的拖拉机引擎柴上。都排好队，一手交钱，一手拿药。今天的价3000块一瓶，该不赊账。要想保住你们锅里的饭，就赶紧掏钱。3000块，昨天不是才20吗？嫌贵，嫌贵你让蝗虫去吃啊！你们也别嫌我黑，去看看南边那个省城回来的大学生，没我的药，他那50亩连片水稻，今天连个擦根都剩不下。我倒要看看
他陈峰待会儿怎么跪着来求我？此时，村南头的50亩洼地前已经乱成了一锅锅粥。疯子，你咋真把赵老板给赶走了？给赶走了。这满天的飞虫眼看就落下来了，没有特效药，咱们这半年不就白干了吗？你这孩子年纪轻脾气暴，种庄稼哪有不靠农药的？大家安静，听我说。我站在抽水机泵台上，声音透着一股定海神针般的从容。赵德彪他们垄断农药，把咱们当韭菜割。以前咱们村里除虫，全靠背着药桶乱喷，不仅毒死了青蛙泥鳅，还把地给种坏了。现在是90年代了，不能再走那种老路。不让用药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难不成拿扫帚去赶那些飞虫？那蝗虫跟恶鬼一样，一口下去稻穗就没了。哼，药，我这里不需要那种剧毒的东西。黑压压的一片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这是啥？疯子，你疯了！水稻还没割，你弄这么多鸭子进田，稻子不全被他们踩烂了？这叫生态防治流水线。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不喷药。大家看好这图纸，我连夜把这50亩地分成了40个网格，你带3个人负责1号到5号网格，张大妈你带人负责6号到10号。这能行吗？鸭子能听咱们的话去吃虫？不要把鸭子当成普通家禽，把它们当成你们手里的除虫机器。不需要你们懂什么生态学，也不需要你们去抓虫，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掐着手表，每个网格放50只鸭子进去，15分钟后，不管吃没吃完，立刻把鸭子赶进下一个网格。按着网格放鸭子，还要卡时间。对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心疼。15分钟的流转，鸭子既能保持极度饥饿，吞食蝗虫，又来不及破坏粗壮的水稻根茎。只要每个人把赶鸭子这一道工序做到闭着眼都不会错，这2000只鸭子1小时就能把这片地的虫子扫荡一遍。我看着目瞪口呆的村民，直接抛出了重磅喜辩：从今天起，废除死工资，只要网格里虫害被压制住，每人每天额外发5块钱奖金，上不封顶。疯子，你说的可是真金白银？想拿奖金的，现在就按图纸领竹竿赶鸭子；怕担事的，立马就你们结账回家。彪哥，都8点了，陈峰那小子咋还没来求咱们买药呢？哼，不急，我看他能撑到几时。那帮连大字都不识几个的老头老太太，要是能挡住秋黄，我赵德彪把手里的农药瓶子给生吞了。等一会儿镇上信用车的李行长一到，看到他那绝馋的破地，他不得吓尿裤子？这是干啥呢？彪哥，这鸭子吃虫的速度比咱们打药还快啊！慌什么？鸭子吃虫，我看他是找死。今天中午信用社的李行长就要来查验资产，这老东西最讲究粮食的品质。鸭子在田里拉屎，这稻子就算保住了，也是被污染的臭粮食。你现在就去镇上，给李行长打个电话，让他提前过来看看这场好戏。李行长，您可算来了！您快看看吧，这哪里是在种地，这简直就是糟蹋信用车的贷款啊！陈峰呢？让他马上给我滚过来！我批给他5万块钱的农业专项贷款，是让他买化肥农药，搞现代化种植的。他拿去买鸭子放养，这稻田是给发了当鱼塘的吗？就是啊，李行长，您看看这满地的鸭屎，那水都成啥样了？这么赶水稻还能活？这地都被他给毁了。您赶紧把贷款收回来吧，不然连本钱都得打水漂。李行长，大中午的火气这么大，当心中暑。陈峰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！
这50亩地是抵押物，你把鸭子赶进去糟蹋，导致减产绝生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封了你的祖宅？糟蹋绝说，李行长，您是在这儿听这几只疯狗乱吠，还是亲自过去看过一眼？你骂谁疯狗？陈峰，事实摆在眼前，鸭子在田里拉屎踩踏，这水稻早就被祸害了，你还敢狡辩？好啊，既然你提到了毒死和踩断，李行长，您自己看。这是从这地里拔出来的？不可能，绝对是去别人田里偷来的。李行长，走2步，自己下地去看看。原本昨天还铺天盖地的变异秋黄，在这个网格里竟然神奇的消失了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水田底部的泥土虽然被鸭子搅动的浑浊，但水面上却没有一丝发臭的迹象，反而有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。李行长，这就叫稻鸭共生生态系统。鸭子吃掉了水稻底部的蝗虫和飞蝇，解决了虫害，它们在水里扑腾，相当于给水稻松土增氧。至于赵德彪说的鸭粪污染，鸭粪在水里发酵，是天然的有机肥料。我这50亩地，不仅1瓶剧毒农药都不用打，连化肥钱都省了。水稻吸收了鸭粪的营养，长势自然比那些被化肥烧板结的毒地好上10倍。这大学生使的什么妖法？那些只会拉屎的扁毛畜生，竟然成了不用花钱的肥料。好一个稻鸭共生，好样的陈峰，不愧是省城农科院回来的高材生，你这一手生物防治简直绝了。赵老板，我看你是怕陈峰不用你的高价药，故意在这儿搬弄是非吧？你要是再敢干扰陈峰的正常生产，以后信用社的贷款，你1分钱也别想批！不敢。陈峰，你这地我看了，不仅不会绝收，我看今年还得是个大丰收。你放手去干，资金上有任何困难，随时来找我。多谢李行长支持。桑塔桑大轿车卷着尘土扬长而去，赵德彪看着我，满眼怨毒。彪哥，咋办？这小子的水稻保住了，连李行长都给他撑腰。慌什么？水稻保住了算个屁！鸭子吃虫子，长得快，再过半个月，他这几千只鸭子就得全部出栏。这方圆50里的活禽收购，全是我拜把子兄弟8脸说了算。嘿，我倒要看看，等他的鸭子全砸在手里没人收，天天在田里吃白食的他陈峰啊，他拿什么给这帮泥腿子发工资？走！看着赵德彪等人狼狈离去的背影，活禽收购。这帮蠢货根本不知道现在沿海特区的消费市场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。我养的可不是普通的鸭子。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绿水村的秋意渐浓，合作社的水稻彻底成熟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枝头，一片金黄。而那2000只立下汗马功劳的麻鸭，因为天天以高蛋白的秋黄为食，如今一只只长得膘肥体壮，羽毛油光发亮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田里的虫子被吃光了。如果没有新的饲料来源，鸭子们就会祸害那些即将成熟的稻穗。此时出栏，迫在眉睫。上午10点，几辆散破旧农用卡车轰隆隆地烤到了洼地旁边的机耕道上。带头跳下车的是一个脸上有着狰狞刀疤的壮汉，这人正是垄断了附近活禽收购的黑心商人八脸刘霸。赵德彪跟在刘霸身后，趾高气扬地晃荡到了田埂上。疯子，这可咋办？这几天鸭子饿得嘎嘎直叫，已经开始啄稻穗了。可全镇的活禽市场都被赵德彪和那个刘霸封死了，散客根本不敢来咱们这儿买鸭子呀。七叔，让大家伙把鸭子网格口赶，准备装车。陈峰，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呢？全县的收禽车都在这儿了，没有刘哥点头，我看你这几千只鸭子怎么飞出去？哼，你就是那个从省中回来的大学生，听彪子说你挺狂啊。别看表了，看日历都没用。咱们这行的规矩，现在市面上的肉鸭收购价是2块钱一斤，
但我刘爸今天来，只出1毛钱一斤，就当是给你这地里收拾垃圾的辛苦费了。1毛钱？你这是抢钱！我们买苗的时候都不止这个价。这半个月兄弟们起早贪黑的照看，你1毛钱一斤，我们连本钱都亏得底儿掉。嫌低你们就自己留着过年吃啊。不过我可提醒你们，这鸭子一天要吃掉多少粮食，再过3天卖不出去，你们这50亩水稻就全进鸭子肚子里了。到时候你们连贷款都还不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几千只鸭子留在田里，现在简直就是几千张催命的嘴呀！陈老板，你是个读书人，算得清这笔账。1毛钱，我现在就让人装车，至少帮你把这群祸害清走，保住你的水稻。不然到了明天，我1分钱都不出，你还得倒贴钱求我拉走。把你的脏手拿开！哟呵，还挺横。我的个亲娘！南方特区牌照的大奔，咱这破村连桑塔纳都是稀罕户啊！好啊！毛色油亮，脚掌粗大，在水里扑腾的这么有劲儿，这肌肉绝对紧实。哪位是陈峰陈老板？我是沈老板，一路辛苦。哎呀，陈老弟，省城龙科院一别，我可算见着你了。特区和港澳高端酒楼的厨房，可全指望你这顶级食材下锅呢。你传呼机里说搞出了纯生态自荒有机鸭，我一开始还不信，连夜坐飞机赶过来的。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不是，这胖子谁呀？这位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这片地方的活禽收购是我刘爸包圆的。凡事都讲个先来后到，这批鸭子我已经定了。你定了，你出多少钱一斤？我出2块钱一斤。这人是不是脑子不好使？2块钱一斤，哈哈哈！想买吃纯天然秋黄和雾院井水长大的极品散养鸭？哼！陈老弟，特区那边的老板们现在怕死了农药化肥，就趁准了这种绝对生态的野味。你的这批鸭子我全包了，按只算，不管大小，50块钱一只。多少？50块？城里工人干1个月也才200-300块钱啊！一只50，咱地里有2000只鸭子，那就是整整10万块钱啊！沈老板敞亮，七叔叫人抓鸭子，装车。这哪里是抓鸭子，这简直就是在捡金元宝啊！乡亲们，上啊！快抓金元宝装车啦！哈哈哈！10万块，就这一群破鸭子，我干几年也捞不到这么多啊！彪哥，咱们还拦不拦？拦个屁！你没看见人家开的什么车吗？算你小子狠，咱们走着瞧。沈老板，这10万块的鸭子其实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重头戏是这批用天然有机肥浇灌出来的极品生态米，它马上就要震惊整个市场了。疯子，老头子的我种了大半辈地，从没见过这么压手的水稻，没打一滴农药，连个虫眼都找不到，还能长得这么粗壮啊！七叔，这就是那群麻鸭的功劳，鸭粪在水里天然发酵，成了最顶级的有机肥。咱们绿水村今天算是迎来了真正的大丰收。我的老天爷，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丰收，竟然还透着股清香，完全没有普通化肥稻米那种寡淡的粉质感。七叔，这可是纯天然的极品生态米，市面上拿钱都买不到。找几辆拖拉机，先装10万斤去镇上的粮管所。我懂，虽说现在市场开了，但咱这第一批新粮还是得把任务交了。不光是为了任务，粮文所的收购价就是整个市场的风向标。好嘞，大家伙加把劲儿，装车！这都下午2点了，谁家交粮搞这么大阵仗啊？不对劲儿，这车上装的新粮，气场咋这么吓人，怪瘆人的。
哟，这不是咱们绿水村的陈大老板吗？卖了鸭子发了财，今天怎么有空来咱们这破粮站了？郑所长，这是绿水村的新粮，第一批10万斤，过个磅吧。这粮我们粮站不收。不收？郑所长，这可是市面上最好的新米啊，怎么就不收了？好米，全镇谁不知道？他陈峰这50亩地是养鸭子的，鸭子在水里拉屎撒尿，这稻子长得再好，那也是被畜生粪便污染过的。就是，郑所长可是对老百姓的饭碗负责。这种带寄生虫的鸭屎米，要是收进粮库，污染了别的粮食，谁负得起这个责任？哎呦，真脏啊！快躲远点！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！鸭粪沤在田里，那是最好的农家肥，怎么就成污染了？老东西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陈峰，你这10万斤大米现在在全镇名声已经臭了，除了喂猪，没人敢吃。不过看在咱们同村的份上，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帮你处理了。1毛钱1斤，我拉去给我的养猪场当饲料。哼，10万斤，1万块钱，拿着钱赶紧滚蛋，不然你这车粮今天拉回村，明天你们种毒稻米的名声就臭了。哈哈哈哈！赵德彪在活禽生意上吃了大亏，就在这儿挖坑等我是吧？现在演都不演了，想用1万块就把这批极品大米据为己有。只可惜我的胃口，你赵德彪消化不了。1毛钱1斤，当猪饲料。赵德彪，你那猪圈里的猪配吃这种级别生态米吗？姓陈的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天有郑所长在这儿，你这车破烂，别想卖出去1粒。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迈进你们这又脏又臭的粮仓。七叔，把布盖上，远车拉回。拉回去？疯子，拉回去这粮可就真没地儿放了呀！拉回去，很快会有人开着专车求着我们卖的。笑死我了！求着你卖，陈峰，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？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，你要是能把这鸭屎米卖出正常价，我赵德彪把粮站门口的石狮子给啃了！哎，拉回去，咱拿什么跟乡亲们交代呀？我的老天爷！那是省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的车队。七叔，我说过，能买咱们大米的人来了。请问，前面可是绿水村陈峰陈老板的生态大米车队？我就是陈峰。鄙人省粮油总公司采购部主任徐建华。陈老板，你1周前寄到省里的样品，检验结果出来了。省里的进出总公司，老天爷，这哪是咱们能够得着的呀？徐主任，我寄过去的米还能入得了省里的眼？岂止是入眼，陈老板，你太谦虚了。好米，绝世好米，这种长势，这种油润度，简直是极品。零农药残余，零重金属超标，纯天然，富硒。陈老板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为了创外汇，我们局里为了找这种符合标准的生态米，找的头发都白了。陈老板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你这些地今年的产量，我们省进出口公司全包了，不走国内市场，直接作为创汇特供粮，走海运出口。全包？那领导，这米你们能给多少钱1斤啊？镇上的粮站刚才只给1毛钱，1毛钱，简直是胡闹！那是把金子当废铁卖。陈老板，走外贸创汇的特供粮。
价格和国内是两码事儿。我给你开3块钱一斤，一手交粮，一手结外汇券或现金。3块钱一斤，在这个肉价才1、2块钱的年代，3块钱一斤的大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镇上最好的精米，顶天了也就3、4毛钱，10万斤米，那就是整整30万。妈呀，啥声音？让开，没看见我过来吗？都给我滚一边去！郑所长，他咋来了？所长，您看，这绝骨头都这样了，待会儿咱狠狠压一波价。哟，怎么停在半路上了？拖拉机抛锚了？陈峰，我都说了，你那沾了鸭屎的毒大米拉出镇子也是当垃圾倒掉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郑所长宽宏大量，1毛钱一斤的收购价依然有效，但条件是你得交出合作社的承包权。年轻人就是火气大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这10里8乡的粮食，只要我郑某人不点头，你1粒米也别想变成钱。识相的就赶紧答应刚才的条件。你是哪个粮板所的？哼，我就是本地镇粮板所的所长。怎么，你们外地车队也想来管我们镇上的闲事儿？我告诉你们，他的粮食被畜生污染了，是剧毒的残次品。残次品被畜生污染？你敢打人？我不仅敢打你，我还要撤了你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清楚，这是省农科院和国际质检总局的双重无毒有机认证，这是要走外贸换取国家外汇的顶级生态米。省总公司，那是我的直属上级的上级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天。身为基层粮站干部，不思为农服务，反而指鹿为马，把极品粮食污蔑成毒大米，联合地痞流氓恶意压价。你不仅眼瞎，你的心更黑。你这种蛀虫，简直是败坏我们粮油系统的名声。徐主任，这是误会，全都是误会啊！都是你个王八蛋蒙蔽我，非说陈老板的米是坏的，你瞎了你的狗眼，差点害死老子！3块钱一斤的外贸收购价，我刚才在摩托车上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想不到我不仅没有破产，反而即将赚到这30万巨款。行了，别在这儿演戏了。徐主任，这里灰大，别弄脏了省里的大卡车。咱们把拖拉机开到剑道宽敞的地方，直接过磅装车。好，陈老板爽快！来人，把这辆破摩托车给我挪开，别挡了我们的车队！时代的巨轮轰隆碾过，连一丝同情都没有留下。这50亩水稻的胜利，不仅彻底打垮了村霸的垄断，更为接下来生态养殖赚到了一笔启动资金。咱们村出个万元户都能带红花游街，这可是整整30万呐！省城结账刚带回来的30万现金，一分不少。陈家那小子带着30万回来了，全村都快过来看呐！听说了吗？疯子今年带着咱合作社可挣了40万啊！我的老天爷，这得拿麻袋装吧？难怪人家看不上省城的铁饭碗，这哪是种地，这简直就是地里长金条啊！而此时的村委会大院里，气氛却压抑得像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。村支书赵有才，也就是赵德彪的亲姐夫，正狠狠地抽着闷烟。赵德彪头上缠着绷带，那天掉进泥沟磕破了头，像只斗败的鹌鹑一样缩在旁边的长椅上。姐夫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那姓陈的现在有了钱，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他断了我的财路不说，还联合那个外地官把我往死里整。慌什么？他陈峰再有钱，这绿水村的地盘也是我说了算。40万，这小子倒是真发了。不过他既然给咱们探出了这条发财的路，这口肥肉
就绝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吞。哟，呵呵，这不是咱们村的首富陈老板吗？今天哪阵风怎么把您吹到我这破庙里来了？赵支书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今天来是想承包村东头那500亩荒滩。这是承包合同，价格我按市场最高价出，一次性付清10年租金。50亩的规模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我接下来的布局，我要建立真正的标准生态农业基地，这500亩地势在必得。呵呵，陈峰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赚了钱就能在村里呼风唤雨了？那500亩地，村里已经决定集体开发了，1分都不会租给你。集体开发？没错，你的那个什么稻鸭共生，我都看明白了，不就是把鸭子赶进水田里吃虫子拉屎吗？这么简单的倒腾，当谁不会呢？那500亩地，村里自己买鸭苗，自己种水稻。听见没，陈峰？你那点骗人的马戏早就被我姐夫看穿了。你有50亩，我们村集体搞500亩，到时候产量是你10倍，看谁赚得多。哼，就凭你俩就想抄我的生态养殖？既然赵支书想带着全村致富，我自然没话说。那你们慢慢搞，祝你们发大财。站住！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忘恩负义！你挣的钱用的都是村里的资源，你总得给村里做点贡献吧？你想让我做什么贡献？把特区客商沈老板还有省进出口公司徐主任的联系方式交出来。既然村里要搞500亩的大工程，以后的销路必须由村集体来统一对接。至于你那50亩，你乖乖把客源交出来，我保证你在村里平平安安。不然下周你那50亩地的灌溉水渠说不定就会因为年久失修断水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交出渠道，断我的水。赵有才，你以为商业机密是供销社里的酱油，谁拿个瓶子都能打吗？就算我把电话号码拍在你脸上，你拨过去看看人家是买你这个村支书的账，还是认我陈峰的牌子？你敢跟我叫板？生态农业是一门严谨的科学，不是你这种满脑子猪下水的草包能玩得转的。想学我搞稻鸭共生？行啊，马上就要入冬降温了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多准备几个麻袋，因为半个月后你只会用来装死鸭子。水渠你随便断，要是这500亩地你没有赔得当裤子，我陈峰的名字倒过来写。姐夫，你看他狂的，让他狂！明天我就去信用社贷款，买2万只鸭苗投进那500亩地。我倒要让他看看，在绝对的规模面前，他陈峰算个什么东西？等老子赚了300万，非把他赶出绿水村不可！两人被嫉妒和贪婪蒙蔽了双眼，却根本没有意识到，此时的季节正是一场属于传统养殖业的噩梦开局。11月初，村东头那500亩荒滩上正上演着一场荒诞的盛会，旗帜飘扬，鞭炮齐鸣，一条刺眼的横幅拉在田埂上，2万只刚从邻县低价批回来的小麻鸭，密密麻麻地被赶进了冰冷的水田里，叽叽喳喳的叫声吵得人头皮发麻。李行长，您看，陈峰那小子搞50亩，咱们村集体就搞500亩，同样的水田放养，我们规模是他的10倍。这20万的贷款投下去，年底绝对能给镇上交出一份傲人的扶贫成绩单。有才啊，这步棋走得有魄力。只要这批鸭子能出栏，你在镇上的表彰会绝对少不了。那是，李行长，陈峰那小子现在吓得连门都不敢出，天天在南头搭什么破塑料棚子，简直是脱裤子放屁。鸭子本来就是水里的野物，随便放养就能长肉，哪里用得着那么费事？仪式结束后，赵德彪开着拖拉机，拉着几筐鞭炮皮，故意绕道去了村南头我的50亩洼地。此时的洼地上，几座罩着厚实草帘和双层薄膜的温室大棚已经拔地而起。我正站在田埂上，手里拿着温湿度计，抬头看着天边逐渐堆积的铅灰色云层。哟，陈大老板，看天呐，
我们东头500亩大基地今天开张，那场面吓尿了吧？你这搭几个破塑料大棚是准备改行种蘑菇了，还是打算在里面给自己打口棺材啊？赵德彪，你少在这儿放屁！偷了我们疯子的技术，还敢来撒野！七叔，不用理他。赵德彪，我教过你们稻鸭共生，但没教过你们在11月的露天水田里放养半个月大的幼苗。我将分度计收入口袋，语气平静的让人发默。少在这儿装神弄鬼！陈峰逼近了一步，深邃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冰冷的嘲弄。西伯利亚的寒潮马上就到，气温会降到0度以下。为了省钱，不建避风棚，不控水温，把2万只鸭苗当垃圾一样扔在冷水里。回去告诉你姐夫，趁现在天还没黑，多准备几百个麻袋吧。准备麻袋干什么？装钱啊！赵德彪狂笑，装你们明早漫山遍野的死鸭子。随后我转身掀开帘子走进温暖的大棚，再也没多看他一眼。酸，你就是眼红老子发财！我呸！就在赵德彪离开不到2个小时后，前一天还是艳阳高照，到了傍晚，一股强冷空气毫无征兆地席卷了整个绿水村。刺骨的北风夹杂着冰冷的冻雨，将田间地头的枯草刮得东倒西歪，气温一夜间骤降了10几度，直逼冰点。7天后的清晨，村东头的荒滩上传来了一阵阵撕林裂肺的干嚎声。赵德彪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满是冰渣子的烂泥里，姐夫，完了，全完了呀！他脑海里疯狂回荡着几天前那句冰冷的话：装你们明早漫山遍野的死鸭子。赵有才披着军大衣，哆哆嗦嗦地站在水渠边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差点一头栽进泥沟里。就在半个月前，赵有才为了抢占市场，从信用册贷出20万巨款，直接从邻县的孵化场买回了整整2万只廉价的小麻鸭。他不仅全盘照抄了我的水田放养，为了省钱，他甚至连最基本的避风棚都没搭，更别提什么水温监测和科学饲料了。在他看来，鸭子就是野物，随便往田里一扔，让他们自己去找点杂草虫子吃，就能长肉换大钱。此刻的500亩水面上，哪里还有几天前活蹦乱跳的鸭群？密密麻麻漂浮着的，全是翻着白豆皮的死鸭苗。刺骨的寒风在一夜之间将这2万只毫无抵抗力的幼苗集体冻死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死寂的腥臭味。姐夫，咱们被陈峰那小子给坑了，他肯定是故意不告诉咱们鸭子怕冷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峰那个乌鸦嘴，他肯定是给他施了妖法。20万的贷款啊！那可是拿我赵家几口人的房子做担保借出来的。你懂个屁的妖法！李行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那傲人的扶贫成绩单。赵有才，这就是你拍着胸脯保证说掌握了的先进生态技术？1周就1周，20万的贷款被你泡在了冷水里。李行长，这纯粹是天灾，这寒潮来得太突然了。天灾？你去村南头看看人家陈峰是怎么防天灾的。同样的寒潮，人家的大棚里温暖如春，连一根鸭毛都没掉。你就是个只知道投机倒转的草包。这笔贷款限你1个月内补给亏空，不然就去吃牢饭吧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峰那小子的鸭子怎么就冻不死？与此同时，村南头，我的50亩大本营，加把劲儿，把草帘子压实。寒风呼啸的室外，这一座座大棚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，稳稳地扎根在洼地之上。大棚内部温暖如春。早在1个月前，我就请来了专业的工程队，建起了这座越冬保暖温室。那些已经长大的种鸭，此刻正舒舒服服地待在铺满干燥稻草的隔间里，吃着科学配比的营养饲料，哪里有半点挨冻的迹象。不仅如此，我的野心根本不止于养鸭。大棚另一侧的恒温土壤里，一郎幼苗正顶破泥土探出头来。这是高附加值反季节作物，奶油草莓和紫甘蓝。90年代初，反季节的高端蔬果在北方的冬天简直比肉还要金贵。更何况我这可是纯生态无公坏的极品。我蹲下身子，正用温度计查验着土壤指标。疯子，你真是神了！刚才我去东头看了一眼，赵有才那2万只鸭子一夜之间全冻死了。闻言，我连头都没抬，只是看着刻度，淡淡一笑。没有金刚钻，也敢揽瓷器手。生态循环农业玩的是生物链和气候环境的精准控制。赵有才连最基本的鸭苗御寒周期和饲料热量配比都不懂，死2万只不过是他破产的开始。1周前我说赵有才要破产，
当时七叔还觉得有些夸大其词，如今一切竟然分毫不差的应验了，七叔彻底服了。那疯子，咱们接下来干啥？这50亩大棚都建好了，咱们冬天就在这棚子里忙活了。50亩，七叔，你也太小看我们的胃口了。我挺直身躯，目光穿透大棚的缝隙，死死锁定了远处那片广袤的土地。赵有才不仅赔光了贷款，肯定连信用社的利息都还不上。那500亩地，他捂不住了。我转身拿起那份早就准备好的收购合同，眼底折射出锁定猎物时的锐利反光。走，七叔，赵支书现在正愁怎么填窟窿呢，咱们这就去给他送点温暖，顺便把那500亩地连本带利的收回来。与此同时的赵有才家里，气氛沉闷的像是要滴出水来。赵德彪用纱布缠着头，死死缩在墙角，看着瘫在太师椅上的赵有房，那20万贷款就像座无形的大山，死死压在他们头顶，压得这个曾经在村里横着走的支书连一口气都喘不上来。姐夫，信用社的人今天下午就要来盘账了，这窟窿根本填不长，你那支书的位置……闭嘴！我还不知道，用你说。就在这时，我推开了外面的木门，慢悠悠地走了进来，径直在他对联面的木凳上坐了下来，回敬了一个毫无温度的笑容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？不，我是来给你送活路的。500亩土地承包权转让，外加你那2万只死鸭子，我全接手。500亩地转让给你？你做梦！那是村集体的地。村集体的地，这地在银行账上可是死资产，你欠信用社的贷款是实打实的。如果1个月内补不上窟窿，别说这地，连这房子都得被强制拍卖。到时候你不仅这支书当不了，连村里的户口都保不住。赵有才的手微微颤抖，他盯着那份合同。你打算出多少钱？我伸出5个手指。5万！陈峰，你别欺人太甚！这500亩地加上2万只鸭子，你这是趁火打劫。是5000，这5000块钱是给你个人的一点补偿。至于那500亩地的贷款债务，以及2万只死鸭子的后续处理费用，我全部承担。而你只需要签字，然后滚蛋。我还能在李行长面前帮你美言几句，保住你的老宅。5000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光那些地1年的租金都不止5000。那你就撕吧，反正我不急。明天一早，法院的传票就会送到村委会。你是想体面的签字拿5000块养老，还是被锁在衙门里吃冷馒头？你自己掂量。赵有才的呼吸变得极其沉重，他死死盯着我的脸。他意识到，这个曾经在他眼中只是个懂点农业技术的书呆子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位成熟的商界猎手。他输了，输得彻彻底底。陈峰，你别以为你赢了，你接手了这趟烂账。那500亩盐碱滩和冻死鸭子的垃圾场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那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对了，那2万只鸭子虽然死了，不过正好我那边的生态蚯蚓饲养线正好缺原材料，废物利用了。说起来还要多谢赵支书的慷慨馈赠。赵德彪听得浑身发毛，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。我走出了土墙屋，外面的阳光洒在身上。500亩土地入账，虽然背负了赵有才留下的沉重债务，但对于拥有现代农业科技思维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接下来我要将这500亩地打造成现代化生态园，这不仅仅是水稻和鸭子那么简单，我要让整个村庄成为特区高端食材的唯一产地。所以接手那片荒地后，我并没有急于开种。我深知产业变革靠的是从粗放式劳作向工业化生产的跨越。这500亩地虽然异常贫瘠，盐碱化极其严重，但在我眼中，这就是建立现代化农业基地的顶级地皮。1周后，我将补偿金与剩余资金悉数投入，直接雇来了3台大型挖掘机。疯子，你这要把咱们村的这片老黄滩全挖开呀？这得花多少油钱？七叔，咱们不能再看天吃饭了。我站在粗糙土丘上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新版基建蓝图。我们要在这里铺设地下滴灌管网，还要开凿循环水渠，把鸭池里的水进行自动过滤后循环回农田。我不仅要种田，我还要砸出一套自动化的农业工业流程，
我将这片土地像切割版图一样划分为了3个区域。第一区是申家过区，我利用赵有才留下的那2万只死鸭子，配合高效微生物发酵菌种，建立了一座简单的蛋白转化工厂，将鸭尸处理成了高浓度的有机颗粒肥，完美解决了肥料供给。变废为宝，这只是我重塑这片土地的第一步。第二区是温室大棚区，我复制了之前大本营的成功经验，通过粗壮的管道连接水泥发酵池，利用底层的物理热量为大棚抵御严寒。第三区则是我的压轴之组，反季节菌菇种植区。基建开展的第10天，县农业局的王主任亲自到达了现场。陈峰，你这动静闹得这么大，王主任，您怎么有空亲自过来了？我拍了拍手上的粗糙沙土，迎了上去。我不来不行啊！你小子这片地已经成了县里的重点调研项目，县里领导说了，要推广你的这种工厂化种养模式，专门批拨了一笔专项补贴，大概有8000块。8000块钱在这个年代还带着官方的豆商，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不过，陈峰，有个事儿得跟你商量。现在县里很多农户看到你赚钱，也都眼红着想学，但他们1没技术，2没销路，盲目跟风，只会像赵有才那样赔得底裤都不剩。县里的意思是想让你牵头成立一个农业合作公司，你当理事长，带带乡亲们。成立公司意味着我必须交出技术，但我更清楚，如果在这个环境里一家独大，必然会招来无穷无尽的暗算。成立合作社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技术指导费，合作社成员必须按量交纳，这钱用来聘请农技人员，防止农户乱搞。第二，销路全由我控制，必须统一品牌、统一分级、统一打包。第三，必须严格执行我制定的生产标准，谁不听话就踢出合作社。我要的不是那种松散低效的传统互助组，而是一条生态环保且如同齿轮般养合的工业化供应链。好，只要能让乡亲们踏踏实实跟着赚钱，别走歪门邪道，这理事长你陈峰当定了。这一声肯定意味着我这条生态化种植得到了官方的认可。送走王主任后，我转身回到了犹如堡垒般的温控大棚，看着那些疯狂膨胀的实体植株，一个完整的工业蓝图在我心中彻底具象化。区区500亩的干硬纯土仅仅是个开始罢了。像赵德波那种跳梁小丑，已经彻底失去站在我面前对话的资格。仅仅1个月，我带领这套工业流水线砸出的顶级硬质粮产，就成了省城人民餐桌上无可替代的硬通货。甚至有不少单位直接将这批物资当做了极其厚重的过节福利。那些盖着生意印章的订单一路排到了3个月后。而赵有才因为违规挪用集体贷款，不仅被免了公职，更是连老宅都被银行收回。他彻底沦为了村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至于那个恐吓村民、妄图垄断市场的赵德彪，那些肮脏的旧账被一笔笔翻出来，直接进去吃了大碗牢饭。3年后，公司大楼前的广场上正在举行着农错币出口欧盟的发车式。我身披粗纺西装，身姿挺拔，早已习惯了站在聚光灯下。陈总，集团不仅带动了全县致富，更是在国际市场上打响了咱们的民族农业品牌。您对接下来的发展有什么寄语吗？曾经有人以为掐住了几瓶农药就能掐死土地的命脉，以为靠着欺行霸市就能永远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。但时代早就变了，靠垄断和剥削的时代注定只能成为历史，而真正属于这片生态化和机械化的土地，属于所有勤劳者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通过勤劳的收手，过上富足的生活。礼花在高空碎裂，炸开的只有雾里光斑，没有丝毫陈旧的温情。几百辆挂成重载冷链的钢铁巨兽，轰鸣着通往全球市场的号角，而我的生态农业蓝图也就此展开。